花了5年的时间，华为重新站起来了。未来的华为会走向何方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华为。华为很有意思啊，特别呢是这个华为应该是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你这个要压迫它压到最后，然后那个皮球反弹起来会弹得比它原本更高。你从它本来这个最近一次公布的营收你就看得出来这一点。但其实华为呢，这个我们从最近的事情开始讲起。华为最近呢，在这个中国大陆内地，你就发现说，好像有一点点杂音。明明它是一个你说爱国情操寄托的一个企业，但是呢，近来啊，因为它推出了一只这个智慧手表，但是呢，这个智慧手表卖的通路很奇特。在药房卖，这什么智慧手表？其实呢，它的一个那个官方名称不叫智慧手表，它叫做腕部动态血压记录仪。就是那种血压计的概念。那当然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医疗器材行，他们会出类似的商品，就是像手表一样，你戴在你的这个手腕上，然后呢，你就可以记录你的血压呀、心跳、简单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华为出了这样的一个商品，但是华为的这一支所谓的腕部动态血压记录仪呢，它还有更多功能。它就是智慧手表的功能，因为它可以打电话，它可以电子支付。它可以这个配微信支付、支付宝都可以，甚至呢，它还可以收微信讯息，所以呢，这严格来讲就是一只智慧手表。好，那本来的血压记录仪一般的那种大概150块钱人民币，但华为的这只表呢，它可以卖到将近3000块人民币。好，那个价差非常大哦。那但重点是，中国大陆官方认定它说它叫做2类的医疗器械，也就是说呢，中国大陆的朋友可以用医保来买这只智慧手表，这就奇特了。然后呢，又饥饿行销，所以大家要买都抢不到，还有那种跨省在买到了呢，就很像炫富一样炫。你看我的华为手表，我是没有了哈，你看我的华为手表。好，所以呢，这件事情怎么会一个这个感觉是消费性的电子商品，是这种科技厂商的一个商品，怎么可以在药房买，很古怪。那于是乎呢，就各式各样的杂音啊，有人说你就是要这个感觉消费大家的爱国情操啊，然后饥饿行销啊，各种但是你无法否认的是这只手表卖得很好它很贵，但是它卖得挺好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要带您来看到最近还有人拿一个并购案，然后来说华为接下来它的一个前景可能呢会有一点点隐忧。什么样的并购案？那就是华为呢在整个通讯的一个这个设备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 Nokia 呢，它去并购了一家这个光传输设备的公司。好，那这2家公司并起来了之后呢，在 AI 这个领域呢，它就可以感觉它的市场扩大啦，因为这2家公司它的一个客户群其实蛮互补的，所以呢，他们现在要并购了，他们现在合而为一。有人就说了，那这个 Nokia 感觉又插上了翅膀，会不会有点影响到接下来华为在整个这个通讯设备当中的一个市占率？但其实我在这边要告诉大家，其实不用担心这个，华为不用担心这个，因为其实华为呢，它的一个技术很多地方它跟 Nokia 之间呢，其实呢已经不能说非常这样的竞争，因为华为有很多东西它是靠它的性价比 CP 值，它卖得很便宜，便宜又好，所以呢，在很多的一些国家当中，可能开发中国家不是那么样的有钱，那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品质，我可以用到很便宜的价钱取得，你 Nokia 的技术再好，但你很贵啊，所以我觉得那已经是一种市场的一个区隔，而不是说你可以把这2家公司完全的放在同一个地方来做比较。好，这不是重点，但是毕竟 Nokia 它的一个这个持续在扩张它的版图，那对华为来讲应该也是要稍微注意的。但另外呢，我们就要开始看营收了。你要讲一家这个公司它在被美国请全国之力打压之后被封杀了5年之后，那5年之后呢，华为是怎么站起来？我们就看数字就好。但是在看华为的营收数字之前，
我想让大家先看一家公司的一个营收数字，这家公司的营收数字呢，我们待会再对比华为，你就看出那当中很有意思。好，我们来看的是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呢，其实在华为要突破西方的科技封锁当中，它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呢，这个中芯国际呢是北京当局是要求所有中国的一些跟华为有一些关系的，然后可以帮助华为挺过这样封杀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公司。它做的呢很类似台积电我们的晶圆代工，那当然它的技术没有台积电那么样的领先，但它也可以做好。那中芯国际呢就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要帮助华为突破西方的技术封锁。所以呢我们来看中芯国际它的营收 80.3 亿美元，其实这个数字呢应该是非常好的数字哦，是一路在创新高哦，对，就中芯国际这家公司来讲，创新高的数字。好，但是你要看它的纯利，它的纯利呢，纯利益哦，是年减锐减 45.4%。 好，这件事情很奇妙，就是中芯国际呢，它在2024年每一季它的营收都在成长，但是呢它的纯益啊，它真正赚到的钱是不断在下滑，它的毛利率更是值得大家这个好好的看一下。中芯国际它的毛利率只有 19% 到 21%， 我们来比较台积电的一个毛利率大约有 57%， 中芯国际只有17%。好，那你就说了，哎呦，19到21。好，那所以呢，这个毛利率当中的差别很多。有人这样讲韩国媒体是这样子分析的，他说呢，这就叫做中芯国际现在肩负着北京当局给他的任务，就是呢，他要配合中国政府的政策来帮助华为突破西方的一个技术封锁。除了是帮助华为之外，帮助中国突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所以呢，你从这个数字就看出来，赚的钱赚的整体营收变多了，但是呢因为毛利降下来，所以它真正赚到的钱很少。那中间呢也就是看得出来，中芯国际花很多的成本在帮华为做它的7奈米，它可能耗费了更多的成本，它可能用不合理的高额的成本在帮助华为。那这些部分呢是中芯国际要吸收的，所以你会显示在中芯的营收上。好，但是我们就来看华为，它在这么多，中芯只是其中一个帮助华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企业啦。那当然还有很多配合中国的一些这个政策帮助华为的还有很多，那大家都吸收一点，大家都付出一点，然后让华为撑过去。我们来看华为撑过去了没有，我们就看数字就没有什么好说。好，我们来看数字。2024年华为的年收入是860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什么意思？好，我们就来看被封锁的第一年，那叫被封杀元年。被封杀元年2019年那一年呢，华为它的一个这个营收，全年营收是8588亿人民币，也就是在2024年突破了，回到了被封锁那个时候的一个数字的水准。那当然呢，在2019年那个时候被封杀元年，但是它还有前一年的营收嘛，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看8588差不多就是封杀那个时候的水准。然后当然接下来就开始掉嘛，因为各种封杀，然后还有加成封杀，我封不住你，我再怎么样下重手，各种那个时候新闻非常多。所以那个时候低到2021年曾经低到全年华为营收是6300亿，到了2022年华为全年营收6400亿，那个已经是低点了，然后就开始慢慢回升。当然回升的过程当中，华为做非常多的突破那最主要今天想跟大家来聊2个突破。一个地方呢，就是进来看到这个华为在被封杀几年之后，重新拿出他的手机来，这个手机不可同日而语，待会我们来仔细说说。另外一个华为的突破点，就是他在智慧汽车当中的一个努力了华为说我不做自己品牌汽车，但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做车载系统，也就是我要做那个现在都电动车当中就很像你要有一个大脑在那个地方，不然的话你这些车就是车壳一个而已，所以它每个电动车需要有一个大脑，有一个车载系统。好，那车载系统的话，华为说我来做。
那你们其他车厂你就去研发你的车的性能，那你车的大脑、车载系统怎么样控制车，我帮你做。好，那的确呢，在这个所谓的智能汽车这个部分，车载系统华为越做越好。开始盈利了，它开始盈利了之后呢，就变成它获利的一个成长引擎。然后手机呢，又把过去丢掉的部分我重新要回来，所以呢，现在的华为的手机在高阶这个部分，在中国已经是市占第一。你看它掉它的江山掉得很快，因为反正我就不能卖，我就不做了嘛，对吧？但是呢，他在要回他的江山也要得很快啊，迅速的把他的一个失去领土又要回来。而且呢，现在除了在中国整个大陆内部的市场之外呢，现在呢这个除了华为在他自己本土市场站稳脚步之后，现在往外走。我们来看2月18号，马来西亚要办一场非常盛大的一个新品发表会。它发表什么呢？当然就是它的全新的手机。这个手机呢，你现在不得不佩服华为啊，在被封杀之后，我还可以率先全世界所有厂商推出3折机。好，那当然呢，3折机，你知道所有的市场的一个这个技术领先者，它都要面临到非常多的挑战。比如说每一个最新的技术，它当然一刚推出来的时候，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可能还需要改善，还有可以精进的地方。那我第一个推出来，我当然就被骂翻。哎，你那个3折机如何如何，你那个怎么各种。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到这个三星很可能也要跟进它脚步做3折机。好，这不是重点，我们今天讲华为。我们来看华为呢，即将在60个国家跟地区要推出它的新手机，它现在已经开始做铺陈了。你在香港，你在杜拜，你在这个吉隆坡，你都会看到非常大华为的一些这个开始重新让大家回来，华为回来了哈，做很多的广告。然后呢，他在马来西亚要推出这支新手机呢，也可以被视为是他重新要回全球市场、要回全球市占版图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你看到华为要透过他的这个手机呢，再把它的市场给要回来。那我们就来看它这个新手机到底有没有办法真正的走出中国了哦。好，那我们就来看到，除了智慧型手机之外呢，这个车器也很重要。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华为说他要这个做这个车子的大脑哈，那然后呢，他就说我要推出4界，这是哪4界呢？赛力斯汽车的问界、奇瑞的智界，还有北汽的享界跟江淮的尊界。结果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它跟上汽合作上界。好，所以呢，你看到了未来华为的汽车是5界了哈。好，那这个5界呢，到底要怎么样啊？带领的这个华为在这个营收方面再更进一步啊，这个车载系统很特别。好，那讲回来，今天要告诉大家是华为为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很神奇吧？被封杀了这么久，那有的时候呢，你常常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神奇，你要把这个杀不死一个人的，你就让他更强大。那这句话应该很好的放在这个华为身上。那在华为内部呢，他们曾经有人这样形容，他说在真正的被美国宣布他们要被封杀的那个时候，就是你时光倒流到这个5年前，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呢，华为内部的感觉是因为在被封杀之前，其实已经绘声绘影啊，各种消息很多。那在真正被宣布要封杀那个时候，他说华为内部很安静，大家没有什么人心惶惶，没有，只是觉得刀落下来了。因为人心惶惶是在这之前的事，刀真的落下来之后，大家反而心定下来，那就这样，再坏就这样。所以他说那个时候大家的感觉就是同仇敌忾的，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我们一定要撑过去，因为撑不过去就毁了的。而且他说每个人肩膀上感觉是有压力的，什么压力呢？就是大家会觉得那不是针对华为一家企业，那是针对中国一个国家而来。所以呢，每个人的肩膀上背负着，那不是说我的一份工作，那感觉背负的是我的爱国情操，我国家的自尊心那种感觉。所以他说大家就是闷头做事，然后闷头的各种方法，想各种方法。我没有技术的时候，我能够怎么样弯过去？我没有这个关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绕过去？所以大家都在想这件事情。好，那一年，你看就看到做到了。那如今呢，我们看到了很重要的一个。最重要重中之重的是鸿蒙系统。看到最近呢，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发行的盛大记者会，告诉大家说他们推出了原生的鸿蒙，推出了
纯血的鸿蒙，你就在想说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我不能用 Android 系统，我就有我自己的鸿蒙吗？好，那其实呢，这个鸿蒙当初呢，在刚刚推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突然间被断掉的 Android 系统，推出的鸿蒙感觉有点急就章，那时候还要跟 Android 有点相融，但是现在推出的所谓的纯血，所谓的原生鸿蒙，它是完全由中国自己研发的。完全自己研发什么意思？过去呢，你说要写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原生系统，你要写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操作系统，那其实它非常非常需要西方所研发出来所谓程式语言。那比如说现在非常流行的，大家这个你要写什么软体，你要研发什么系统，你会 base 在Unix 跟这个 Linux。这两个系统当中，然后去衍生出你的各种应用系统。但是呢，现在的原生鸿蒙、纯血鸿蒙，它不用这个，不用你西方程式语言，不用你过去西方那一套，它连纯粹的技术的核心都是中国自己研发的。所以呢，现在的这个鸿蒙系统啊，未来搭载在全新的手机当中卖到全世界，它之所以可以卖到全世界，因为它有了这个纯血鸿蒙。因为如果你还要搭载 Android， 就不能卖到世界上去嘛。那现在这个纯血鸿蒙就让华为有了底气，重新去把世界版图要回来。好，那这个纯血鸿蒙呢，不仅仅是手机会觉得很棒，因为我可以开始卖到国外去，连很多的游戏厂商，他们现在呢也看到了纯血鸿蒙、原生鸿蒙它的一个可爱之处哦。过去呢，你说很多东西，最核心的那个底蕴，然后呢，你要在别人的一个给你搭的一个这个地基当中去长出你自己的应用程式。但是别人的地基呢是一个死的东西，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你只能从这个硬的石头上头去想办法长出来。但是鸿蒙因为它的时空背景是我要赶快把这个生态系长出来，所以它是开源的，它是万物互联的。那开源的一个系统呢，于是乎它变成一个很肥沃的土壤的感觉。应用程式要从上头长出来，因为是开源的，所以我更多的玩法，我可以这样玩，我可以斜插进土壤，我可以从土壤怎么样长出一朵花，各式各样的方法。那游戏在这样的一个肥沃土壤当中长出来的花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举例哦，讲说你过去的游戏在西方的那个 base 当中长出来，跟现在在鸿蒙系统长出来不一样的哈。比如说像最近在中国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游戏叫《决胜巅峰》，那《决胜巅峰》呢，它的玩法哦，它组队一起玩的。然后呢，它在这个鸿蒙的系统当中，因为它整个开源，所以它有本事去做各式各样的可能性的尝试。所以呢，你手机对手机，你也玩。这个决胜巅峰我也玩，我们就碰一下，手机碰一下，嘿，我们就组队了。你就这个碰一下搞定这件事情，华为最会。华为的手机跟它的这个笔记型电脑也是碰一下这个讯息，还有这个碰一下，它的一个这个文件就过去了。好，然后于是呢，现在就碰一下就搞定。所以呢，未来的游戏呢，我只是举一个小例子，未来的游戏在鸿蒙系统当中有非常多可能性，大家已经看到了，这完全就是中国人自己的，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弄，然后开源的，所以我有各式可能性，各式创新的，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这个游戏的一个自主可控性，也让现在中国的一个这个游戏厂商觉得很有兴趣，觉得很有潜力在这个地方。那当然呢，原生鸿蒙现在呢这个出世了，于是呢你就感觉未来啊，这个所谓的一个生态系三分天下，以前有 iOS 苹果的，有 Android 的，然后未来还有鸿蒙的。当这个华为把它的手机卖向全世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三分天下的状况越来越笃定。特别呢是这个鸿蒙系统，其实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的一个这个使用的一个这个生态系了。好，那当然呢，我们看到了华为的一个例子，看到最近他拿出来的一个成绩单，应该是我想下一个结论是当华为无路可退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找到了一条他生存下去的路，而如今看到了这条路似乎越来越有样子了。那当
这个华为的新手机要开始往外卖，那当这个所谓的鸿蒙原生系统啊，要开始在各种各样的一个终端的一个这个装置当中要开始应用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呢这个所谓的中国原汁原味土生土长的一个这个鸿蒙生态系，还能够发挥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去了哦。好，这是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华为啊，这个没有打不败的华为啊，现在又重新站起来了。那当然呢，这华为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我们再持续帮大家追踪喽。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这个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